小时候我还待过少林寺一阵子嘛。现在想想，其实好像被师傅打还蛮。本期节目由人鼎生技冠名赞助。好，选择跟大神帮忙，今天的大来宾是小月，凤小月。其实今天为什么小月来到这边呢？除了你有一个新戏之外，还有我私底下才知道，原来小月是币圈大神呐、啊，没有，突然谦虚起来。但我们先来聊聊这个二代咖啡欢迎光临这部片，在这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样子？我收到剧本的时候，它是一个职人剧本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台湾的因为整个该怎么说，这个咖啡产业有很大的转变。你是喝咖啡的人吗？我是大概过了30岁以后才开始喝咖啡的。然后我其实也是，因为我30岁以前，我觉得咖啡是苦的，不是很好喝啊。台湾的咖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，这几年出了很多世界冠军，大家很喜欢，就是你尝到的那个细微的荔枝味吗？我这样听你真的已经有去深入这个角色，你已经开始。我们这次有很荣幸，对我们这次很荣幸，我们跟新波咖啡一起合作，然后我们拍摄的时候呢，又是在台中，台中呢也是台湾的咖啡的一个非常必须要朝圣的地方，而且就是会有像这种普硕这样子的影视，就是好像感觉好像有点与世无争。那你有推荐的吗？有一家叫做 Stopover， 我很喜欢，非常好喝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师傅厉害吧？就是好喝。对啊 ，barista 厉害啊。对很多人而言，印象最深刻的那杯咖啡啊，不一定是最好的。很多人要的不是咖啡，而是那个回忆。这个角色里面还有很重要的是，他也是一个创业者。那在这一件事情上面，你自己有跟这个角色有什么共鸣的吗？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，就是你找到一个平衡嘛。我都有一个很基本的，就是我只要可以缴房租，我可以吃得饱，然后我还可以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其实就够了。对我来说，那我觉得朴硕在故事里面，他其实有一点点这个样子的，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。然后他可以把他要做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好，然后他可以缴房租。然后他有他的固定的客源，然后日子过得去。希望用他热爱的事情继续来过生活。对，而且我觉得特别在现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里面，这件事情应该是大过于金钱能够带给你的快乐的。就是那个金钱跟快乐有一个点嘛，金钱如果一直往上，快乐就会一直停着，然后快乐就会下降了。对，所以他会这样子跑，所以就是要想办法，就是我觉得要待在一个这样子的。你知道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。小月，你觉得你找到你那个平衡点了吗？现在在某一些环节上，我觉得我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。例如哪一些你觉得你已经达到了那个你人生的黄金交叉？我觉得做音乐，我现在做得很开心。所以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去，你知道，回到那句，只要能够缴房租。然后可以喂饱自己这样子，然后你又其实你在做你很想要做的事情，你拉到这部戏好了，我觉得是，特别是朴硕他的一个生活的精神，他的那个店里面所带给大家的氛围，那种氛围，那个东西是非常的无价的，通过他自己的经营以及想象以及坚持去把它做出来的。那些死老百姓都是透过你这边写的单价来认识你这个人的价值，所以一杯好咖啡绝对不能打折扣。所以小月对财富的定义是什么？我相信人会分不同阶段对财富有不同的定义。刚刚你讲了，你可能现在觉得财富就是快乐。你的人生阶段是分哪一个时期？你对财富有不同的看法？对，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我大学时期呢，是晚上要去等超市关门，去把他们当天要倒的垃圾丢出去之后，然后去翻他们垃圾吃的那种穷学生。你这张脸，你没有当时就去当 model 来？有，但是都在缴学费啊。我那时候去英国读大学，我所有的学费跟住宿全部都是我自己赚来的。在英国那时候就是什么地铁站，这一站就是它门不会关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地铁站门不会关，你就会坐到那一站，然后出门，因为就不用买票。但就是像这种事情，或者坐公车，就是想一些，我明明是上个礼拜的公车票卡这样子，但是上车的时候，然后就走了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你知道那样子也很非常快乐啊。而且财富对我来说一直都是我的想象力有没有办法被实现这件事情。因为当 AI 全部都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变得没什么意义了，去追求也没什么意义。
但是因为人很需要意义嘛，需要目标，我们需要意义，然后我们需要情绪上的肯定，我们需要情绪上的价值，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才是我们应该要想要去怎么去建立的。咖啡的味道本来就不止一种嘛，但是每个人认为最好的应该是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想要呈现给你们的，是我跟咖啡的回忆，还有我咖啡的起点。那现在你走到家庭之后，你对财富这件事情，你会怎么样替你的家人做一些规划，跟想要保护他们？我不知道呀，不知道做父母这件事情，说穿了，到最后只能以身作则而已。你不希望上一代的痛苦传到下一代去，至少我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会极力的想要把我上一代的所产生出来的创伤、误解、误会挡在我这一代，不给我的下一代。但是呢，我同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自然而然的，我的孩子自然会形成他自己的对于上一代的创伤与上一代的，这就是一代一代的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自然，这是人的，这就是人的这个状态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只能尽力，只能以身作则，然后多研究，多看书，多听别人在干嘛。然后自己有一些原则，觉得是该坚持的，那就是去坚持。你会觉得你不想要你孩子经历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所谓上一代的创伤。像你说你大学时候这些比较辛苦的日子，这个倒还好，不会，那个非常的值得。小时候吃点苦比较好，比长大吃苦好。我会觉得，而且小时候吃苦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他会懂得珍惜。对，因为我真的有过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日子。小时候我还待过少林寺一阵子嘛，然后那个时候这真的是什么都没有。老实说，我在维基百科上面有看到这一段，我觉得为什么啊？就是我想去，然后我妈就把我送去了。所以是你自己想去的？对，你是练功很帅、被什么东西 inspire？就是怎么会被成龙以及李连杰的电影。我以前也很迷成龙跟李连杰。嗯，对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少林寺念书啊，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就是金庸说什么哦，在松山哦，好，那就去松山吧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你有后悔吗？打电话回家跟妈妈那时候很后悔吧？我想要回家。那时候隔天就后悔了，4点起床，然后开始练功，然后跑步，跑一跑，就开始他在干什么这样子，然后就所有人就开始安抚你，加油，集体拥抱这样子，大家都哭过了，大家都过来人这样子，然后就下礼拜就好了呀。1个礼拜你就适应了，你也算是很懂得生存的人了。要不然呢？在少林寺有被打过吗？有啊，为什么？昨天在跟谁？昨天晚上看你在跟谁聊天，你没在练功。为什么不好好练功？回答我！现在想想，其实好像被师傅打还蛮开心的。你有这么爱我吗？你有满足了笑容。那你那时候的就是算是 childhood trauma 是这个吗？就是你不想要把它让你的下一代也去感受？不会。我觉得以不同的形式吧，去体会跟大自然，就是当这个世界只剩你跟大自然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觉得其实是现代人确实比较缺的，对，确实比较缺。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还有办法开心吗？你还有办法娱乐自己吗？你还有办法温饱吗？你还有办法好好睡觉，或者是好好做梦？那你刚刚讲说，就不希望小朋友再承受你以前的那个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觉得我讲的比较笼统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在经历一样的事情，只是我是带着这样子的想法去来经营我的家庭，然后我希望可以给他灵活一些的教育，可以给他多一些启发。其实非常的一般家长。你如何去排解自己的负能量？负能量这件事情是天天都有的。我也觉得其实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，我也是很害怕未来，我也是很焦躁，看到网络世界别人有的东西，然后我没有这样子。我做什么呢？我弹吉他呀，弹吉他，做音乐，做音乐确实对，做音乐让我非常的能够排解负能量。早点睡觉。早点睡觉很难排解负能量。真的哦，那怪不得我负能量这么强。起床气啊。你认为你人生中非常不一样的经历，你愿意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告诉大家一个方向。如果你也在这样子的泥沼当中，我要怎么样找到一条生路？特别是当演员，然后做音乐，你很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被大家喜欢，你很希望它可以在串流平台上有很多很多的播放次数，
你一定会陷入是我觉得很正常的。可是当你把别人对你的评语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呢，它就是会非常的空虚，但它又非常的上瘾，所以它是非常冲突的状态的，所以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，很没有安全感，对于他人的言语开始会变得特别，就是我是不是不该怎么样好了。你能想象你一天如果跟自己说多少次这句话，那你会少做多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吗？所以就不要因为别人影响自己嘛。对，做创作这件事情，唯有去探索到你自己很不舒适的领域，你才有可能做到有意思的事情。那些任何很安全的东西，比方说现在很多音乐可以用 AI 做，对，相信我，那些东西都不会留下来的，就是不会有我以前就是到现在都还影响我非常强大的那些音乐人、那些乐团所留下来的东西，来给我的能量来的深刻。我总结你给大家的建议其实是不要被外界牵着走嘛。因为我主要是一个创作者，对，所以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，这个经验摄取的经验来分享到，也许大家可以听得懂的事情。就是如果你要做创作的话，你要活出最好的自我的话，有2件事你需要做。第一件事就是一直做下去，第2件事就是再继续做下去。哇，小月的心灵鸡汤。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咖啡啊，不一定是最好的。欢迎光临2代咖啡。健康超前部署，负能量哲学特别推荐人鼎生技，以预防保健为核心，集结全球专利素材，与台湾营养权威联手研发，透过顶尖制程技术，打造专业级保健食品。无论是维持活力、提升防护力，人鼎用科学实证配方为您锁住每一分健康能量。现在就上美丽人生官网，用专业营养为明天加分。